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今天讲两个话题：一、台湾大选它的后效应，以及中共和习近平会如何面对自己台湾策略的再次失败；二、美国对也门胡塞组织再次发动导弹攻击，美国大概率陷入中东泥潭，世界如何破局？近期世界华语圈最大的事情就是刚刚结束的台湾选举。首先，我祝贺台湾的朋友，无论您的候选人是否当选，这次选举都是台湾民主机制成熟的再次表现，是台湾民主的再次胜利。这次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与之前的台湾民调和普遍的预期基本一致，和中共的意愿截然相反。这预示着台湾在自由民主之路上走的是越来越稳健了。台湾是世界电子科技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是世界唯一能够生产2纳米高级芯片的地方，但是台湾人民却智慧地选择了表面看最原始的选举和计票方式，采用最原始的纸选票，多人手工计票和统计，并全程公开。但是最原始的往往可能也是最有效和最安全的。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台湾就完成了对上千万选票的统计，大选结果就已经无争议地得到世界的认可。这样的极度透明和高效率，让我这个身处美国这个老牌民主国家的华裔美国人也是羡慕不已。台湾的民主成长过程再次证明，华人的勤劳和智慧不但和民主不对立，而且可以开创出更高效的民主。在中共统治的暗箱操作的社会中，华人的努力和聪明会堕落成诡计和阴谋，但是在台湾这样一个公平透明的体制中，却能够和民主机制完全兼容，成为推动社会公平公正的动力因素。所以大陆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其实不是华人和中华文化的问题，根源其实在中共。这次台湾大选的最大输家是中共和习近平。民进党能够创台湾历史纪录，一个政党3次连任，过程中虽然有时运机缘巧合的因素，但是中共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没。2020年蔡英文的连任其实是有危险的，在关键时刻，习近平和中共开始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大打出手，把很多台湾人一下给打清醒了。这次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参选，从大格局来说，赖清德是有先天劣势的。一般人的生活因为种种原因，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的地方。民主社会允许人民换执政党，因此执政党往往会成为民众不满情绪的出气筒，不满意就换一个。很多人都会有那种想法，就是感觉新鲜的东西就会更好。这种人性的普遍性，就是造成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一个执政党长期连任的可能性不大的原因。赖清德参政就背负着民进党已经连任2次的包袱。中共当然也看到了赖清德的这个困局，着力从这个角度入手，对台湾民众展开全方位的认知战。在台湾选举前，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如果民进党的赖清德当选，中共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会增加。其实这是中共特意制造出来的一个分裂台湾的概念。如果我们放下我们心中有关台湾政党的一切先天观念，你会意识到3个台湾总统候选人，不管他们具体说什么，在当选后，在有关两岸关系的具体政策层面，他们的做法应该不会有非常大的差别。首先，3个人都不会去主动改变目前的台海现状。在民主社会，无论身居什么位置的人，都是要被时事现实制约的。目前各种现实都决定了，任何想改变当前台海现状的做法都是不可能的。一方面，3个候选人都会竭尽全力避免出台任何出人意料的政策，避免在台海关系上节外生枝。从军事和政治上讲，他们3人都是100%不希望引发和中共的任何武装冲突的。从经济上看，虽然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有所下降，但是大陆依然是台湾外贸最赚钱的地区，出口对台湾经济至关重要。台湾作为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出口占台湾的 GDP 的60%到70%。2023年虽然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在台湾
总出口量的比例已经从44%下降到35%，但是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依然高达1500亿美元，贸易顺差更是高达806亿美元，比台湾对美国和东盟的贸易顺差总和还高。另一方面，台湾目前的民意也不会允许哪个执政党过于亲近和投靠中共。在竞选时，为迎合这样的民意，连国民党的侯友宜对中共在嘴上也是很硬气的。他说，计划加强台湾的军事力量，对中共武力攻台产生阻吓作用。中共其实自己也非常清楚，3个候选人在未来的具体政策上其实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差别。那么，中共为什么在台湾就一定要选择支持一个政党而打击另一个呢？中共的根本目的就一个，分裂台湾。有人会说，习近平和马英九当年有过直接对话，而蔡英文执政8年却从来没有和习近平有过接触。这其实不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选择。蔡英文在执政过程中也多次寻求和习近平的对话。例如，蔡英文在2021年10月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 CNN 的专访时，就明确表示希望和习近平展开对话，并建立两岸和平的关系。是习近平选择根本不理会蔡英文和民进党释放的善意信号。因此，在大选前，谁当选更可能引发战争的争议，其实是中共有意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假议题，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分裂台湾。中共这次可以说是用尽了一切手段来打击执政的民进党候选人，来介入台湾大选，包括借亲共的台湾商人控制台湾媒体，利用各种高科技和低科技手段在社交媒体上搞心理战，利用台湾内部亲共人士放大台湾异议声音，利用旅行禁令等向台湾施加经济压力，在台湾周边领海和领空持续搞军事威慑等等。结果最后民进党依然拥有台湾的总统府，中共表面的谋划还是失败了。当然，这次民进党的赖清德能够当选，也要感谢一些关键机缘巧合的布局。此前在节目中我多次提到，我看世间问题的一个视角，我会努力利用人中的现象去揣摩神的意愿。人在现实中比较多的关注细节，但是决定一个大事件的最终结局的往往不是细节，而是大的布局。2023年5月，当柯文哲正式宣布代表民众党参选总统时，我就隐隐意识到，这可能是天意在帮赖清德，因此赖清德应该会成为台湾未来的总统。蔡英文2020年当选时，他对国民党的优势就已经比2016年弱了许多。现在民进党已经连续8年执政，我们前面提到了，在民主社会中，长期执政经常会累积出更多的社会不满情绪。例如，因为房价的飙升、就业的低迷，在台湾的年轻人中，对民进党的不满情绪是越来越强烈。因此，如果民进党和国民党在这次大选中对决，我对民进党再次取胜是没有信心的，因为这些对执政党有情绪的选民可能会报复性的选择国民党。他们选国民党不一定是支持国民党本身，而只是为了反对民进党。就在这个时候，柯文哲和他的民众党突然跳出来了，而柯文哲的主要竞选着力点就是这群对执政的民进党不满的人群。柯文哲的出现不会改变台湾总统最终会从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出现这个现实，但是柯文哲却给那些对执政的民进党有不满情绪的人提供了一个出气口，让他们不会为了惩罚民进党而去选国民党。所以柯文哲的出现相当于剔除了赖清德作为长期执政党候选人而有的先天困局，从而让他能够轻装和侯友宜进行单纯的对决。正是这个巧妙的布局，让我隐隐感到天意的安排。当然，人世间的事情总是一波三折的。2023年底，在马英九的撮合下，居然突然冒出了一个侯友宜和柯文哲联手对抗赖清德的方案。这个突变一下把我的思路也给搅乱了。好在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柯文哲最后还是洒泪放弃了侯柯联盟的方案。这个插曲更坚定了我开始的那个对天意的揣度。
而且在大选前夕，马英九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我们应该信任习近平。”最终圆满完成了他作为侯友宜猪队友的角色，也算是对他此前推动侯柯联盟的将功补过了。当然，台湾大选让中共痛苦，还不仅仅是它的结果，选举的这个过程也让中共如坐针毡。在台湾越来越成为世界民主典范之时，中国大陆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快速滑入可怕的毛泽东时代。中共网管一不留神，台湾大选这个话题就上了大陆热搜榜，让大陆的韭菜们公开围观台湾人选自己的总统，这哪能行？于是台湾大选这个话题很快就被从热搜上拿下来，微博热搜榜充满了各种娱乐花边新闻，而且中国各个社交平台还对台湾大选的相关话题进行了流量限制，搞得中国网友不得不用动算来代替台湾大选。据说是因为在台语中当选和动算同音。多数正常的大陆人面对台湾大选的红火场面，难免生出很多感慨。有网友感叹地说：“回头想想，长这么大唯一一次投票还是选我们小学班长。”台湾和现在被俄罗斯占领的海参崴、塘古乌梁海等一样，中共从来没有统治过一天，但是历朝中共领导人却唯独对台湾念念不忘，把台湾问题无限上纲。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台湾的存在就如同上天搞的一个抽样对照实验，台湾的存在就是中共统治的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众多丑态。所以中共对台湾的种种文攻武吓，台湾是既无辜又无奈，这是台湾的不幸，也是华人世界的不幸。很快台湾将进入赖清德时代，虽然民进党这次保住了总统府，但的确失去了立法院的多数席位，因此未来赖清德政府能做的事情会更加有限。根据我前面的分析，从台湾这方面看，赖清德时代的台湾能做的最多是努力维持目前蔡英文时代的政策和状态，所以台海的未来更多的还是要看中共和习近平将来会如何表演。好，台湾大选的话题我们就讲了这么多，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话题。由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发动的10月惨案引发的以色列战争已经进入第3个月了。从一开始我们就在讨论这场战争蔓延成中东地区性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1月12日和13日连续2天，美英联军使用超过100枚精准制导导弹，针对胡塞组织16个地点的60多个目标发起了打击，其中包括周六凌晨对胡塞的一个雷达站的打击。有关美国应不应该对胡塞组织发动这些攻击的问题，在美国国内国外涌现了大量的不同声音。但是了解一点背景的人都知道，美国针对胡塞组织的打击行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必选项，是非打不可，无法避免的。胡塞组织占据的也门位于红海连接印度洋的巴布曼德布海峡的咽喉部位，而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直接和地中海和欧洲相连，中东的天然气、石油、亚洲的货物都通过这个通道运往欧洲，甚至是美国东海岸。巴布曼德布海峡和苏伊士运河这2个通道组成了世界上最关键的海运通道之一，承载着超过世界 20% 的集装箱运输量。自从以色列战争爆发后，也门的这个胡塞组织就没有消停过，从一开始就以解救加沙地区的穆斯林兄弟为理由，开始努力往以色列打导弹。但是毕竟也门和以色列相距2000多公里，胡塞能打到以色列那么远的导弹很有限，而且他发射的那些老式导弹也很容易被美国的军舰、以色列的防空系统给拦截下来。因此胡塞发现他直接打以色列的策略是既浪费自己的导弹，又没有实际效果。于是胡塞组织开始调整策略，开始针对通过他们家门口的巴布曼德布海峡的世界商船发动攻击。胡塞组织声称是针对以色列有关的商船进行报复，但实际上在过去2个月中，胡塞组织对在红海航行的商船进行的数十次袭击，几乎是每天都在随机进行，
哪国的商船都可能受到胡塞组织的攻击。一些受到过攻击的海运公司就成了惊弓之鸟，为了躲避胡塞组织的随机攻击，有1/4原来走红海的商船都不得不选择往南走，绕过整个非洲，改道走南非，然后到欧洲或美国。这不但大大增加了欧美货物的海运成本，也极大地扰乱了欧美的产业供应链。例如，特斯拉在德国的工厂就不得不因为零件供应中断而宣布停产2周。为了维护这个世界关键的海运通道，美国和多个国家专门派出军舰到红海给商船护航。但是胡塞组织根本不把这些护航的军舰放在眼里，依然是不断地对过往商船发动攻击。2023年底，美国海军为响应一艘集装箱船发出的求救信号，特意派出一架海军直升机前去救援。原来美国海军以为胡塞组织的那些小船看见救援的美军就会知趣的望风而逃，没想到的是，那些胡塞组织的小船居然不知天高地厚的向前来救援的美国直升机开火。于是美国海军直升机被迫回击，当场把胡塞组织的3艘小船给击沉了。就是这样，胡塞组织对过往的商船的攻击还是没有一点收敛。在红海驻扎的美国海军经常是处于被动回应的状态，被胡塞组织牵着鼻子行动。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欧美经济方面的损失不说，美国拜登政府的领导能力，美国的国际信誉都会被世界质疑。2024年新年当天，忍无可忍的拜登指示他的团队，除了到联合国谴责胡塞组织以外，同时要开始构建一个针对胡塞组织的多边军事联盟。如果外交手段失败，必须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于是1月3日，美国和其他13个国家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警告如果胡塞组织不停止在红海的攻击行动，胡塞组织将面临后果。当然，虽然很多国家和美国一起发表了那个有最后通牒性质的联合声明，但是他们心里其实并没有真的下决心，准备和美国一起对胡塞组织动手。同时，胡塞组织也压根儿没把欧美联盟的最后通牒当回事。1月9日，胡塞组织针对欧美的船只发起了迄今最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迫使美英军队不得不回应，击落了18架无人机和3枚反舰导弹。在美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后，胡塞组织却用进一步升级的进攻来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依然采用只说不干的外交手段，那么美国和美国军队的信誉真的要掉到地沟里了。一个失去威慑力的美国，对于在全世界各地都部署有军队的美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因此，这时美国已经别无选择了。另外，原来对胡塞发动军事打击还有顾虑的英国，在他的皇家海军驱逐舰也成为胡塞组织的攻击目标之后，终于也下定决心，同意和美国一起对胡塞组织发动反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1月12日和13日，美英联军对胡塞组织发动大规模导弹攻击的背景。从这个背景看，我不认为美国有不对胡塞组织进行军事回应的可能性。那么，美英联军这次军事打击会震慑住胡塞组织吗？我的回答是，可能性几乎为0，而且可能这正是胡塞组织梦寐以求的结果。有很多观众可能会说，杰森，你说话有点逻辑好不好？你这些观点不是自相矛盾的吗？你要是对这个胡塞组织有所了解，你就不难理解这背后的逻辑了。这个胡塞组织也被称为安萨尔阿拉，意思是真主的支持者。它起源于1990年代，最初是由也门的胡塞族群成员发起。这个胡塞族是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支派，因此获得了伊朗的支持。胡塞运动最初从学生运动开始主要是反也门政府的腐败，也反也门政府亲西方的政策。后来这个组织演变得越来越军事和政治化。2004年，该组织的创始人侯赛因·巴德尔丁·胡塞被也门政府部队击毙，胡塞组织和也门政府的冲突从此升级，愈演愈烈。这一打就是10年。
一代胡塞组织的年轻人就是在这个战争中长大的。我看到网上一个视频，声称在胡塞组织里没有孩子，只有战士。视频中，一群大约12岁左右的男孩手持冲锋枪，在高呼口号和进行射击。结果10年打下来，也门政府是越打越弱，胡塞组织却是越打越彪悍。到2014年，胡塞组织开始对也门政府发动全面反击。在反击中，他们很快控制了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多个重要城市，迫使也门总统仓皇逃到了沙特阿拉伯。沙特是伊朗的宿敌，沙特当然不喜欢自己身边出现一个彪悍的伊朗亲兄弟胡塞组织，而且沙特看到他支持的也门政府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于是沙特和12个国家组成的联军从2015年开始不得不和也门政府军一起亲自对这个胡塞组织开打。拥有美式装备的沙特原来以为自己一出手，这个乌合之众的胡塞组织就会立刻土崩瓦解，但是胡塞组织强悍的战斗力着实让沙特大吃了一惊。沙特联军包括也门政府和胡塞组织这一打就又是打了8年。在这个过程中，胡塞组织在伊朗的帮助下以游击战术抵抗沙特联军，在战斗中不断提高战斗力，提升武器水平。2022年被战争拖得一筹莫展的沙特不得不接受联合国的斡旋，开始和胡塞组织进行停火和谈。胡塞组织是以反抗政府起家的，在过去20年中无时无刻不在和比他强大的敌人战斗。艰苦的战斗造就了胡塞组织无赖不要命的特质。胡塞组织的状态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个同学，他人看起来很瘦小，但是他在我们班却非常跋扈，好惹是生非，而且没人敢惹，因为大家都见识过他和人家打架时不要命的那个状态。你一脚把他踢倒在地，他会立刻爬起来又扑回来，你把他再次打倒在地上，他会再次爬起来，手里拿着砖向你砸过来。最后基本都是他被打得浑身是血，但是另一方得向他道歉。这样几架打下来，他在学校也就没人敢惹了。人们习惯于按照惯性生活，战争已经成为胡塞组织很多人知道的唯一生活方式了。2022年和沙特联军开始和谈后，逐渐无仗可打的胡塞组织的领导人展现出对未来不知所措的恐慌。虽然现在胡塞组织已经占领了也门的大片领土，但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对于治理社会、为人民创造繁荣的生活几乎是一窍不通。没有了战争对手的胡塞组织的领导人，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凝聚他对也门民众的控制力了。因此，在和谈开始的1年中，胡塞组织这边依然是找各种机会继续和沙特联军敌对，直到2023年9月，胡塞组织还用无人机攻击了沙特联军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边境的阵地，造成巴林国防军1个军官和1个士兵的死亡。其实胡塞组织这个状态和毛泽东49年在大陆夺权后立刻开始在大陆搞起各种斗争运动的状态非常类似。一个建立在仇恨和斗争基础上的权力体系，一旦失去敌人，就会出现生存危机感，然后就会不断的寻找新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2023年10月以色列战争爆发后，和以色列相距2000多公里的胡塞组织显得异常兴奋，急不可耐的要参与进去。在自己的武器还不能有效攻击以色列的情况下，决定对世界最重要的海运通道下手，和世界为敌，公开和美国叫板。胡塞组织的旗帜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在白布上用绿色和红色写了5个口号，分别是1真主伟大，2美国该死，3以色列该死，4犹太人遭诅咒，5伊斯兰胜利。在过去20年，胡塞组织打着这样的旗帜，却一直在和也门政府和沙特联军这样的穆斯林在战斗，其实是很有讽刺意义的。现在好了，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为了对抗以色列和美国真的干起来了。胡塞组织的领导人这一下真的可以向他的民众展现他们存在的意义了。在
美英联军对胡塞组织实施导弹打击后，胡塞组织在也门首都的中心广场上举行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集会。在集会上，胡塞组织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胡塞向参加集会的人大声喊道：“是谁攻击了你们的国家？”成千上万参加集会的也门人高声回答：“美国。”于是，这位胡塞组织领导人高声宣称：“美国是魔鬼，美国是你们的敌人，美国就是恐怖主义。”成千上万的也门人随着高呼：“美国去死吧！”有人会问，这些胡塞组织领导人难道不知道他们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吗？和美国打，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其实他们一点儿也不傻。此时以对抗以色列的名义和美国直接叫板，可以给他们在也门国内带来执政合法性，会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尊重。与此同时，他们非常清楚，美国拜登政府非常担心冲突升级，而且拜登政府更不会有勇气派遣地面部队来进攻他们，对他们最多就是进行一些空袭或导弹攻击。过去20年中，胡塞组织已经习惯了承受密集的空袭，他们的领导人对自己人员大量伤亡已经习惯了，因此和美国战斗带来的好处，与拜登政府可能对他们带来的危险相比，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川普执政时，因为胡塞组织反美国、反以色列的本性，川普政府把他们定性为恐怖组织。拜登政府一上台，本着全面反川普的原则，完全无视胡塞组织旗帜上“美国去死”的口号，立刻就撤销了对胡塞组织的恐怖组织的定性，而让这个组织有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在国际上筹集资金，购买和储备高端武器。现在面对一个羽翼丰满在战争中打拼出来的胡塞组织，开始破坏国际秩序，挑战美国，拜登此时才不得不承认胡塞组织就是一个恐怖组织。我不知道拜登能不能理解，他现在是和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标上了。我也不知道拜登能不能理解，胡塞组织的梦想其实就是把这场和美国的冲突演变成一个永远进行下去的无休止的战争，因为那将给胡塞组织的一个执政合法性带来永远的根本保证。所以面对胡塞组织忽视美国的最后通牒，持续攻击国际商船，美国对他们实施打击是没有选择的必然。但是面对美国的攻击，胡塞组织兴奋地从此开始和美国纠缠不清，也是另一种必然。之所以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无解的乱世，就是因为我们面临的很多困境都是一步步必然的结果。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